什么不跟他们走？任风沙将你吞没。这片荒漠不是抬头就能望穿的辽阔，天是无边轮廓，地是用荒凉汇成的河，而你算什么？好渺小的人啊，还在等走时的星火，指望着，相信着，仰望着，嘲笑我吧，不知高下，翻太肉体，妄想扛下命运的惩罚，留给我吧，滚烫的疤，让脆弱长成坚硬盔甲，燃烧我吧，摧毁威压，尽管撕裂血肉之中扎根的无花，带走我吧，燃魂留下不死不湮灭的伟大。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，不仅如此，他还知道关于此花的秘密。什么黎明之花可解石化之症？简直是笑话！此花非但不是解药，它的花粉反而是导致石化病的根源。什么？大元帅这是在欺骗我们！黎明之花竟然是导致石化病的根源！大元帅，李天儿星骗了咱们！李天儿星骗了咱们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家不要听他胡说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为何宁愿焚毁，也不让你们碰触到黎明之花？不可能！刚才那团毒雾又是从何而来？都醒醒了！这世上根本没有石化病的解药，也根本没有什么要拯救你们于水火的大元帅。有的只是一个撒谎者，一个哄骗你们甘当炮灰、甘愿为他的所谓大业做垫脚石的骗子。你记住，黎明之花的真相不能破，它是支撑整个妖族活下去的唯一理由。就说过，你小子不可靠，你比你哥差远了。没有了黎明之花，小蜻蜓怎么办？
我女儿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女儿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的对，我以为我替族人守住了希望，其实只是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残忍。命运的悲剧，并不会因我而有任何改变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说出真相吧。但说出真相，也未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征服与被征服的世界里。其实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早已经伤痕累累、千疮百孔了。大元帅，成功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，前行的道路上，开拓者也从来不会被过多的人所理解。当年，我父王为了让新国的子民不再过着被神族奴役的生活，便带兵反抗，结果遭到了屠城。你知道那些他为其付出生命保护的百姓都骂他什么吗？百姓们都骂他君王无道，骂他不顾百姓生死，草菅人命。我曾经也为我父王感到不平，我也不明白他究竟为何要那样做。但过后我明白了，人活着为的是坚守正道，是为了无愧于天地，无悔于内心，无畏于残暴。我父王始终希望新国的子民可以有尊严地活着，所以直到他死的那一刻，都做到了无悔、无愧、无畏。无愧于天地，无悔于内心，无畏于残暴。大元帅，新国被灭，我这一路走来，始终将父母的教诲记在心里。我与你结盟，并不是基于你族的力量，而是看到了我自己力量的渺小。既然我们要做成这件事，我们就要先看到对手的强大，自己的渺小，和盟友的重要。我曾经无数次在兄长墓前发问：真相和希望，到底哪一个更重要？现在，我想我知道答案了。吴刚，谢谢你。自即日起，我将卸除大元帅一职。大元帅！大元帅，你为了妖族百姓倾尽心血，我相信你隐瞒黎明之花的真相，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一定是为了妖族。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真相。说得对，我铁血无双，只认你一个大元帅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带我们杀上神域？
让妖族重见天日。大元帅，我们相信你。我意已决，无需多言。明日我将去墓园接受鞭烙之刑，到时自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好，逆天而行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在场的各位都做个见证，免得他反悔。就是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绝无反悔。大元帅，大元帅，大元帅还得你来当啊！逆天而行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摆什么大元帅的臭架子？赶紧把衣服脱了，挨鞭子！别站着茅坑不拉屎。这大元帅的位置，早该是我们大王的了。就是。干什么？安静！安静！安静！大元帅今天召集大家，就是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事到如今，就是对交代为什么交代？铁血无双，谁能信他？我已经不是大元帅了，现在只是个戴罪之人。事实上，我早已染上石化病。什么？恐怕时日无多。石化病？还染上石化病了？我不仅向大家隐瞒了病情，还为了收拢更多力量，反抗神族。我利用神族的谣言，蛊惑人心。大伙都听见了啊！你可是承认了？就是。就说这是个骗子！昨日，妖界因长期受到我蒙蔽，让神族有机可乘，散播毒粉，险些害了全族人性命。照祖宗礼法，我逆天而行，应受鞭烙之刑。对，快点！什么是鞭烙之刑？这鞭烙之刑，乃妖族最严酷的刑罚之一。一套完整的鞭烙，需行981遍方可行毕。可从古至今，还没有谁能撑得住10鞭，就已经丧命了。哥，对不起，黎明之花的谎言不能再继续了。反神族，杀黑龙，曾经是我们共同的事业，但如今的妖族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和勇气。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血体无声，哥，你的宝刀终于练成了。经历981天的烈火焚烧和无数次的萃取炼造，再将他的骨血打碎重铸，才能获得这样一把绝世的宝刀。阿蛮，你记住，只有经历最痛苦的磨砺，才能获得崭新的重生。而我们妖族，
也终究会迎来光明。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，但我们的精神将延续给下一代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妖族才将永不言败。快点吧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快生生吧！别墨迹，是不是？开始行刑！拜托了。耶！阿满，好！继续！继续！这么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我此次犯下大错，恐怕难以完成兄长遗愿。但这10万年来，我们付出太多代价，神族亏欠我们的碧海蓝天、日月星空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要全部讨回来。我们这一代顽疾难除，生存无望，但我们的下一代还可以拥有光明的未来。我恳求诸位，不要因为我的错误而止步。为了妖族的未来，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推翻神域，才可以逃离这地下炼狱。阿满，大元帅，继续，继续，否则军法处置。继续，铁血无声。没听到大元帅说的话吗？再不执行，军法处置。阿狗，妖族的命运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。铁血无双，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不忍下手。但妖族的子民，个个都是铁面无私、大义灭亲的人，容不得你在众目睽睽之下
徇私枉法。小子，此处不是你撒野之地，我妖族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逆天而行，的确有错，错在隐瞒真相，知情不报。但如果没有他统一内部，结束内乱，让大家休养生息，怎么会有各位的今天？大元帅带领妖族反杀神族，不就是为了妖族的子孙后代能够搏出一条生路吗？但你们却只知道享受大元帅带来的一切，以怨报德。如果你们当中还有人心里念着大元帅的恩情，那你们心中不会感到愧疚吗？逆天而行，你身为妖族的大元帅，为妖族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但妖族的子民，却可以眼睁睁看着你活活被打死，都无动于衷。我真是替你感到不值。阿狗，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但妖族的精神，你未必能够领悟。10万年，茫茫征途，血泪铺就，纵身百死，心灯不灭，这便是我妖族男儿的血性。继续，继续无双，继续！好，那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大元帅。既然你想死，就让你死个痛快！逆天而行，你宁愿死在我的手里，也不愿死在战场上。你之前说的要带领妖族攻打神域，打败黑龙，不是吗？你嘴上挂着的希望呢？你继承的遗志呢？说好了你我同心呢？大元帅，我们妖族不能没有大元帅，还请大元帅带领我们与神族决一死战！为了妖族的未来，大家必须齐心协力，不能受到神族的挑唆。只有这样，妖族才能彻底的摆脱这座地下炼狱。对，大元帅！阿武，老母给我看过，没事的。阿满，我真的想恨你，我想恨你重情重义、大公无私，心里装得下所有人，唯独没有你自己。我恨你从来不肯回应我的心意，你为什么总是要把我推开？
太太给了我人族治疗外伤的药，我给你涂上。你明明都已经伤得这么重，你为什么还要答应穷凶极恶的挑战？他分明就是想借机杀掉你。说服穷凶极恶，将妖族重新凝聚到一起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阿满，你一定能带妖族重见光明。但说服穷凶极恶不在这一时，我们可以跟阿狗一起从长计议，而且我也可以帮你分担。阿武，我时间不多了。阿满，我知道你的选择，带领妖族抗神也只能由你来完成。可你最后对抗的是黑龙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在那之前不要再让自己受伤了？我希望重回光明的天地里，身边还能有你。阿满，穷凶极恶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听二小，并非老子乘人之危，非要选今天，而是你小子今日所为，终于算是能让老子瞧得起你了。与其拉拉扯扯，不如一决胜负。先说好了啊，咱们按老规矩来。胜者为王，若你赢了，这大元帅的位置给你坐。痛快！呀！出招啊！看不起老子！呀！教练啊！这鞭子挨多了，是师徒文饭了，就这点能耐，那就一决胜负吧。看老子的极恶凶牙！破旗，暗夜凶光斩。你现在竟到了破级之境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就要叫我大元帅了。你最好别再让我失望了。
起来！哎，这里不是你的地盘，你放规矩一点。开什么玩笑！破天军团一半的兵都是老子带来的，坐你这个破椅子，怎么了？穷凶极恶！别以为就你能一口一个老子，要论今日在座的，老子第一个不服你！来呀，来呀！住手！要想打败神族，团结反神大军乃是大势所趋。我再重申一遍，取胜的关键是团结。阿狗，你是反神大军的集结者，你来说吧。逆天二小，你什么意思？找一个外人当我们的总指挥，老子第一个不服！大元帅，这里毕竟是妖族，这样安排不妥当吧？阿狗乃是拥有无色界神力之人，实力不在我之下。他先是解了困我妖族10万年的封印，使妖界重见阳光；后是冒死取得火菩提，化解我妖族石化病之痛，可谓是有情有义，智勇双全，是带领反神大军的不二人选。我妖族的各位，此事无需在意。阿狗，开始吧。诸位，今日在座的不仅有妖族，还有人族和神隐族。人族被神族胁迫了10万年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终日靠着挖掘血石苟且活着。妖族也是被神族打压在地下生活，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，所有人终生都见不了光，更是饱受着石化病的痛苦。同样，还有因为善良，不愿与神族同流合污，被追杀的神隐族。其实今天大家聚在这里，都为了同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攻上神域，诛杀黑龙。为了完成这一个目标，无论是妖族的祖先，还是人族的兴亡，都从未停止过对黑龙的抗争。为了这10万年来生生不灭的愿景，为了我们的未来可以拥有自由和光明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，将信任留给身边的伙伴，用拳头痛击我们的敌人。所以我阿狗愿意为了反抗神族，与各族结盟，不惧生死。等到他日大计成熟，我愿付出我的一切，包括我的生命。阿狗兄弟，做得好，老子服你！好样的！违抗神族，不惧生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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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兰，你是神域的旧部，跟大家介绍一下神域的情况吧。9万年前，神族为了攻夺海域，与海灵一族激战，最终以海灵始祖怒出雾瑶山宣告结束。雾瑶山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以前的神族住在雾瑶山山顶，海灵始祖战败后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撞倒了雾瑶山，所以现在的神族就在山下的残骸中安息，还把那里命名为神域。哦，感情那些神棍住在一堆烂石头里啊！神域的周围是一片辽阔的海岸，通往神域的海上大门由海灵把守，他们把那里命名为迷失藏海。通过迷失藏海，就到了神域的最外围，也就是神族最大规模战争的地方——海上遗迹。那里的岛屿众多，地形复杂，而且是百神众最佳防卫的地点。同个区域的
还有最臭名昭著的监狱——天涯海角。很多神族因为违背黑龙的意志，被囚禁在那。海上遗迹的后方，便是神域的广场。那里是最为关键的一道屏障，一旦突破，就可以攻上结晶山。还有天之幕，那个就是黑龙住的地方。按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一口气打上黑龙的老巢。你以为他们会那么轻易让我们如愿？神域有2大中枢机构：新月葵的祭师殿、神眼的圣贤殿。大家所知道的神域6部大神，就是来自祭师殿。圣贤殿有百神众，还有3大圣王，而他们的实力都在神域6部大神之上。所以想要见到黑龙，必须先打败他们才行。他们怎么打？进攻神域唯一的路线，就是海路。唯大元帅是从。阿狗，对此路线你有何想法？反神军团如果想要海上航行，那就需要庞大而坚固的战船。新国当年海上贸易繁盛，朝中有许多大臣精通航海，善于造船。虽然新国现在沦陷在白国的手里，但我还是想回去碰碰运气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就等你从新国带回好消息。只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先去见一位故人。逆天而行，多谢赠药之恩。昔日，新国战场，您与我父王并肩作战。今日，又将上古神物火扑提赠于我。大恩大德，五更铭记于心，没齿难忘。五更，待你反神大军集结之日，记得来此处见一位故人。不死鸟，我已如约而至，还望告知，故人是谁？石行，他竟然还活着。没错，石行本该死了，可是他落在我这里，我一直尝试唤醒他，他始终执拗，不肯醒来。让我试试吧。如果我可以唤醒他，让他加入我们的反神大军，以他的战斗神力，一定会让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。他跟我一样，心中都有着推翻神族暴政的信念。我劝你，你身中王者之印的时候就已经被我打败了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而且你现在体内的战斗神力实在是太弱了，对于我们反神大军来说，根本帮不上任何的忙。小子，你说谁弱？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还能说谁？我并非虚说，是我亲手杀了明月，令王者城沦为死地，我的灵魂就应该永远的痛苦，这样我才能向他们赎罪。在王者城，你说你理解不了人族，笑我们弱小。我现在是知道了，
真正弱小的人，其实是你。你明知道你当初的所作所为，都是被新月葵控制了，并非你心中所想，但你却一直在闪躲，不去找罪魁祸首，反倒心甘情愿地被诅咒、被迷惑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勇气，你根本就不敢。你不要再胡言！你刚刚还说什么赎罪？其实就是你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罢了，还什么实行大神，自私愚蠢，懦弱无能。你明知道神族反对你和明月成亲，会对明月下手，你却执意要举行婚礼，结果呢，害死了明月，害死了流沙城的百姓，这就是你的自私愚蠢。你明知道真凶是神族，却不敢报仇，以死亡当做解脱的借口，这就是你的懦弱无能。梦良辰虚设，天上月非我，孰是孰非都错。世事难自量，望目一望照，嘲笑多情人自扰。可见帘外风雨萧萧，不难忘为何思量。从来如梦如露，为此爱铭心刻骨，一生厮守，须回眸几度。若注定孤独无解的命数，不问故，不问荣辱。也曾踏平山河，悲痛过人间疾苦，愿共对抗命运的反复。朝朝暮暮相逢处，花落留不住，不问故，不问前路。从来如梦如露，为此爱铭心刻骨，一生厮守，须回眸几度。若注定孤独无解的命数，不问故，不问荣辱。也曾踏平山河，悲痛过人间疾苦，愿共对抗命运的反复。朝朝暮暮相逢